嗨，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尤伊塔罗。如果你喜欢我的占卜，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哦。想要跟未来的占卜产生更多的连结，也欢迎你多多留言。这一集我们要探讨的是他对你的下一步行动。现在有3个选项，请你凭直觉做出选择，选好后我们就分组见。欢迎选项1的朋友。选项1的朋友，请你对应看看，如果有符合就请你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麻烦你跳出去重新选择或是参考其他的影片哦。我们先来看一下验证来看一下你们对彼此的感觉想法，看一下你们在这段关系中目前的现况。好，那这边我会分成 A 方跟 B 方，左边这个是 A 方，右边这个是 B 方。那能量有可能是互换，所以你们就听看看哦，看看你可以自己去对应哪一个是你。那这只是验证，就基本上有1-2个符合，你就可以往下听哦。初步连接到的能量，我觉得这段关系开始有一种要往新的方向发展，有可能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但是这个阶段呢，看似是说要离开你们原本相处的那样子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原本相处的模式如果是已经互动的还不错，那当然就是有可能往下一步，或者是退回到比较朋友的关系，这个都有可能。那这边我连接到的能量是说，可能这一组的人过去是偏向说有互动，但是这互动好像一直迟迟也没有什么进展。那彼此呢是知道应该是对彼此是在意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一些阻碍发展不起来，比较偏向是这样子的能量哦。所以呢，即将要转换成另外一个模式了。在你们呢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在你们觉得要放弃的时候，在你们觉得可能要往前走了的时候，似乎会有一些新的转机。好，这是初步的能量。那我们回到来看A 方，先从 A 方开始讲起。A 方这边呢是觉得好像有一种佛系等待的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大概能做的都做了，那过去能表达的也表达的，我觉得比较偏向你们没有办法对彼此做什么，就是行动力不多，但是 A 方这边有付出，可能呢有一些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给予对方一些鼓励啊，好像会表达说自己总是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但似乎对方都不太主动找我，这种感觉这奇怪，就是我已经释放出好感，释放出善意了，我已经抛出橄榄枝了，但是对方好像也不懂得接。现在似乎呢是有一种没有办法做些什么，那就只能在原地有点默默等待着，默默的期盼着。那我觉得说 A 方这边算是说保持着比较敞开的心态，就是有我会很感恩，没有那我也祝福对方，是这样子的。 A 方这边有一种这个心啊，是感觉好像是这种好像跟宇宙有连结好像是这种比较纯粹比较有灵性的这种灵魂，所以会觉得说如果缘分是这样子的话，那缘分勉强不来嘛，强摘的果实也不甜，那我就会选择顺服，我能做的都做了，我能表达的都表达了，我已经尽我的力量去做最多的努力，如果你不接，我就会停在这里了，看似就好像似乎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那 B 方这边呢，B 方这边呢是感觉在做过去可能一直呢处于一个在纠结要做出一个抉择，
我到底是该往前还是退后？我到底是要朝你走去，还是我就回到我自己原本的领域，原本的，因为好像做原本的自己是最保险的事情。往前的话，我并不知道我会到哪里。好像呢 A 方对 B 方而言像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看似很美好， B 方其实是很憧憬的，但是 B 方会觉得说我要再去做这个挑战吗？说再去做这个挑战，很有可能 B 方过去呢也曾经不顾一切的爱过，向前过，但似乎没有得到他期盼的结果。所以对于 B 方而言，你可能就是 A 方这边可能会感觉他反反复复，有时候呢好像很和善，好像有问必答，有时候呢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甚至会觉得有做出一些还蛮过分蛮不礼貌的事情，让 A 方会这样觉得。可是就是 B 方太纠结了，那 B 方很容易呢为了要逃避，好他自己也不舒服的啦，要逃避这样子的纠结，就会让自己埋首于工作啊，或者是比较其他务实现实层面的，让自己呢闭眼不看。所以他好像顾不得那么多 A 方的情绪啊，点点点等。B 方有一种觉得我自己都搞不定我自己了，我有什么能力去跟你谈什么？好，那这边给你当做验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对方下一步的行动，他对你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好，对方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纠结拉扯之后呢，对方有觉得似乎自己也快要承受不起自己的这样子的纠结啊，所以呢，他其实是很想要脱离这种很内耗的感觉，他其实是很想要放胆向你走去。他的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试探性的向你靠近。很有可能呢，他并不是那种很直接的就朝你来，然后跟你诉说心事，或者是跟你表白等等，不像这样子。但是他会开始比较主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关怀的动作，或者是如果你们是属于远距离只能靠网络的讯息交流，可能他就是开始会主动的向你传讯息，会关心你，然后会好像有一点装作没事，若无其事的接近你。主要呢，我觉得你的这个对象还是比较偏向是在思考自己因为他过去看似呢是不太会去顾全你的情绪情感面，你可能会觉得伤心。那你的对象这一次回来呢，他其实是不想要自己这么纠结，他很受不了他自己那样子好像反反复复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这边也有坦白说也有连接到一点点，他是想要借着跟你的互动来疗伤，来让他自己好过一些，来让他自己快一点走出来，快一点脱离这种反反复复内耗的感觉，所以感觉像是一个初始的状态。那我不晓得你听了会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在利用你还是什么？我觉得我不会想要特别这样子去想他，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可能每一对的程度不同如果你们是在一个初始阶段，那尤其可能对方如果是偏向阴性能量，你这边是阳性能量的话，我觉得或许对于他而言，他跨出的这你看似是一小步，或许是他的一大步了。他可能呢想要给你，想要给这段关系，也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有可能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你的感情有多深的时候，他先以我可以帮助我自己啊这样子的理由来跟你继续联络，或者是开始联络。我觉得对于他而言或许是一个蛮大的大要紧了，但是这是某一个族群，当然也有一些族群或许是在一起过又分开，你听了可能就会觉得很生气甚至他可能是劈腿又跑回来，你听到我这样子解释，你可能会感到有一些愤怒这个我都可以理解那我今天解牌就是以这种中立的角度来讲，所以你们就自己去替换你们的情形，我不会想要把它诠释成说他自私走回来是为了要疗自己的伤我会认为说这段感情好像即将要有一个转变，有一个开始咯。
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子，好像老是有一方都在等待，有一方就是比较不礼貌，好像爱回不回，这个关系将会有所转变。所以我会认为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你是期盼这个对象回来的话，如果你是期盼跟这个对象有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感情升温发展的话，我这边连接到的是会往那个方向走，是会往和好，是会往开始，是会往在一起这样子的方向去发展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听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阴魂不散的前任，你也没有真的很想要让他回来，那你就自己做选择。这个人对你的想法，对你的打算，他是想要跟你再恢复联系的，他是想要再有一些行动的，再有一些付出来表达他对你其实是还有意的。这个你们就去对应看看。来看看宇宙建议吧。宇宙建议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怎么样对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最好，对第一组朋友的灵魂成长、生命是最好最有益处的呢？好，我这边连接到的是说当然首先是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这个对象来你身边回来，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又是不限关系嘛。那你自己去想因为我这边连接到的是说，你这一次呢要有一种化主动为被动，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并不是说对于每一段感情你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热情，可能就是单单对这个对象你觉得热情有被点燃，你觉得你很想要很直接了当的表明你的心意，可是呢这个对象可能似乎是比你慢一些，就是他对你的感情还没有你那么的火热，他偏向是在初始阶段。所以这边呢宇宙是建议你说，你反而要稍微踩住刹车。你会发现可能你回想过去你会发现其实你稍微被动等待的时候，这个对象反而会想起你，你必须要给他一些空间去想起你。那这边就是建议你说，你虽然很想我就是假设你想要向前啦你虽然很想要向前，但是你的向前不能明显的，不能目的性这么强，你反而要收住，等待他开口向你请求帮助啊，等待他主动向你抛出讯息啊，抛出问题啊，你再去帮助他解决或者是回复。这样子呢会让这段关系反而会更好的推进。那反而这个对象也会觉得说，哇，你好棒就怎么这么有智慧，哇，原来你都在。那你如果是像你原本想要计划的，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表白，很积极的在付出，甚至很热情的邀约，那有没有可能对方就会不珍惜呢？所以就是说这段关系呢，现在呢主控权好像回到你的手上咯，你有权利去决定这段感情的走向。你要再度成为工具人吗？还是说你这次你要成为好像这个隐形在背后主导这段关系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藏镜人嘛，最主要的那个控制权在你手上的那个角色。好，这边是宇宙在提醒你，你面对感情，对，没错，我知道你有爱但是呢相处是需要智慧，这是你发挥智慧的时候了，反而是要踩刹车，反而慢慢来是比较快的好，那以上这个就是为选项1的解牌。需要个占或是有兴趣学习宇宙塔罗的朋友，欢迎加我的 Line @UE_Tarot。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下订阅，这样有新的影片你就会优先收到咯。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欢迎选项2的朋友，选项2的朋友请你对应看看，如果有符合就请你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麻烦你跳出去重新选择或是参考其他的影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验证来看一下你们双方对彼此这个关系的现状感觉想法如何。那一样我会分成 A 方跟 B 方，左边这个代表 A 方，右边代表 B 方。那请你对应看看你会是 A 或者是 B， 你可以听听看。那毕竟这个是验证也是大众占卜能量可能比较多，所以有可能符合个1-2个，其实你就可以参考了先讲一下我初步连接到的能量。初步连接到的能量觉得说这一段关系呢，似乎有可能是正在进行时，或者是你们在一起过，或者是你们有一起合作、一起共事等等的就看似不像是联络不到啦，就是这个应该偏向关系中的居多，或者是你们其实坦白说有透露出一点点那种老夫老妻的能量。那所谓老夫老妻的能量呢，是有一点像是在互相操控的感觉就可能有一方用行动表示不配合，那有一方可能会用言语真的其实坦白说啦，有一点点这个情感操控的感觉那为什么我说老夫老妻？因为真的好像普遍来说的一个必经阶段，可能呢就是无论是不是老夫老妻，就是在关系当中，或许你要说7年之痒还是什么，到了某一个阶段，当这个激情褪去之后，剩下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之后，好像呢似乎那个真实的双方这个真实的本相会显露出来，借由对方这面镜子来映照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也许是创伤或者是匮乏。那其实这个就很像是课题，也就是所谓的业力。那业力并不是说都不好，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是让你帮助你成长，可能呢是用那种比较不舒服的方式，因为是让你看到你的不自信、你的自卑、你的缺爱点点点等，不一定是这几个啦。那当然有的人是看到他自己的骄傲还有什么自尊这种的议题，所以这个看起来是有一种互相会对彼此带来一种成长。那你要怎么去诠释？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每一对一定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好像就算是有情感操控的感觉，但他智商高没有关系就让他控制吧，反正我也懒得想。而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解读为比较积极正向。那因为我同时也有连接到那种会觉得说，我就是已经知道我被情感操控了，我想要赢我也想办法把它虐回去，这种感觉有互相较劲的感觉那这是初步连接的能量无论如何，在这段关系其实严格来讲是有成长的，就是对于你的灵魂、你的生命而言，其实你是有成长的你是在宇宙眼中有加分的无论是酸甜苦辣的过程啦总之这个人的确帮助了你在灵魂成长的路途上推了你一把好，那我们就来讲讲看 A 方A 方这边好像常常有一种隐隐不说，那会释放出一些讯息来让对方猜。那有时候释放出的讯息是一种烟雾弹，会让另一方觉得说你到底是想要干嘛？你在耍我吗？为什么不直讲？那这个 A 方呢，因为目前我连接到的能量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真的就是无法表达，他的确是很多东西他不直说不明说的，看起来这个牌其实他也憋得颇辛苦但是呢又不是说又不是有人逼他的，就是其实他自己也是经过了理智判断之后决定这样子的那他可能也偏向是说他会直接付出行动。如果呢我连接到就是这种传统的家庭啦，传统的所谓我们看父亲母亲，看这个丈夫妻子有一种
如果他是丈夫的话，我都已经努力工作了，我都赚钱养你了，你不就应该把家里顾好吗？我在外面其实鞠躬哈腰的也很辛苦啊，为什么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啊？类似有一点这样子哦，他做很多，那他会用一些这种行动，或者是一些就行动的付出，用这种暗喻的方式来让对方没有话说，或者是让对方有一种要往肚子里吞得内伤的感觉。那另一方呢，就会比较像是说传统婚姻中、传统家庭中的那个妻子，带小孩已经很辛苦了，那尤其是带 baby 状态的那种小孩，2-3小时就要喂奶啊、换尿布啊、陪玩啊，自己都睡不饱了，一整天可能只能断断续续的打个小盹，这种感觉自己都快要撑不下去了，哪有什么心情给你好脸色啊？类似这样，就有一种互相在较劲哦。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讲到 B 方，B 方其实就是觉得说，其实他要做是可以的，但我需要想一想，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往前？我需要想一想。但看似两个人都还是有默默的在支持着彼此啦。我这边看起来是没有像是那种断联啊那种的情形，没有，就是一个拉扯啊，精神上的拉锯战啊，可能身体在一起，同床异梦这种感觉吧。但我不是说他外面有人，或者是哪一方外面有人，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好像一种老夫老妻那种最初的那个爱，有一种褪去的感觉。好吧，那这边给你们当做验证。讲这个主题并不是要为了批判我也没有带着批判的意思，我今天就是为你传递宇宙的讯息，我是站在中立的角色来为你解读，不要听了就觉得说我一定是觉得是好或不好，就是赞成或不赞成，没有，因为我觉得占卜是要站在中立的角色，我就是如实的为你传递我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宇宙啊，对方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呢？好，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呢，还是蛮有维持你们现状的感觉就是对于情感面他不会有什么多的给予或付出，就情感面的支持没有。那一样呢，还是运用着他可能用逻辑理智啊这样子的智慧，或者是思想，会用一些试探的方式，看看你是会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就是他想要试探看看你会是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转头就走，还是你会留下来。但如果你留下来，他这样子你也能接受，对他来说那就没有损失。那如果你走了，那他就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他可能就会再想另外一些计划，再把你挽留。所以呢，这个看起来有一种你似乎拥有了一切，但你没有了自己，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也很像说，就是比较像是貌合神离的那种夫妻啊。那可能双方的条件都蛮好，门当户对结婚的，但是呢
有一方可能就是结婚之后就没有工作了，就是全心忙家里的事情，另一方可能在外面还是受到大家的敬仰，那回来以后就好像渐渐两个人的这个有一些落差，差异好像越拉越大。因为在家里这个大概讲的就是柴米油盐的事情，那在外面那个压力也累积的够多了，根本也不想听这些，只想要安静休息，类似这样子哦。那这个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嫌隙，也就是说关系是要经营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像里面像一个铺满一样哦，投入爱的存款啊。可能你们就是一直在掏铺满里面的钱出来，在消耗掉你们原本的那个最纯粹的爱，所以会感觉说好像的确是在关系中，的确可能经济上不虞匮乏啦，不算太差啦，虽然不要到太富裕，但是也都过得去的哦。可是就是总觉得自己心里空了一大块，难道我只是一个机器吗？难道我只是一个工具人吗？好，难道我存在的意义，我今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一直不停的转圈圈，很忙碌嘛，可能又要接小孩又要打理家里，这只是举例哦。如果有符合，纯属巧合哦。那我也没有贬义的意思，就是我拿这个例子来举而已。所以就给你们对应看看，你会觉得说人在心不在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宇宙有什么建议好了。宇宙有什么建议给我们选项2的朋友？怎么样的建议对我们选项2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好吧，这就是跟我刚刚连接到的能量是差不多的哈。你们需要帮助啦，就是如果你们是属于那种老夫老妻，真的有感觉到说那个初心已经不见了，那这看起来就是说你进入到了一些其实还看过蛮多的夫妻有这样子有一个瓶颈期，进入到了那个瓶颈期，你们可能需要坐下来谈，去了解彼此。你说老师我跟他没有办法谈，那你们需要透过第三方，也就是说找专业的，偏向可能是说比如说家庭諮商吗？心理諮商有那种夫妻的，那其实这个很细耶。那有的可能是如果是讲到夫妻，可能就是比如说房事啊不太能够配合，或者是这是你们夫妻不谈的，都有可能哦。婚姻不容易哦。但如果你说没有啦，没有婚姻啦，我们只是就是其他的情况的话anyway 就是要你们需要一个深度的对谈。那如果没有办法对谈，就是寻求一个第三方专业的在你们中间能够做协调的会比较好。但是第三方你不要乱找，因为这边我刚刚有强调说你要找专业的所以你最好也不要找那种特别偏袒某一方的朋友或家人。好吧，这个是给你的建议，看起来是需要一个互相去理解那并没有说要你放下，真的就不处理，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相遇一定是有原因，不知道是我们不要去定义善缘孽缘怎么样，总之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有的人可能会听起来很刺耳，我先讲可能比如说是来讨债的你会觉得是这样但其实就是你们前辈子有因果啦。那不要讲因果，我们讲说前辈子灵魂有连结，那今生投生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而言是你灵魂同意要经历这些的。这感觉是有一种在触发你觉醒。那觉醒要到哪里？这个又是下一个步骤了哈。今天我就先为你传递讯息到这里，这边感觉像是要帮助你人生成长的，借由这个对象。那无论你看起来这段关系是苦还是甜，可能需要深度的思考一下。严格来说其实是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他 push 你去创业了，他 push 你走出去了，他 push 你觉醒了等等。那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创业了，我觉醒了，我开始赚钱，我不靠他了就结束，看起来还是要跟这个人再去对谈。好，就是这一关还没有完全过啦。好哦，那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是这一组，就请你去听别组，因为今天连接到的能量偏向是这种蛮特殊的，那可能算是小众哦。那如果符合，就请你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如果不符合，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以上这个就是为选项2的解牌。如果有需要个占或是有兴趣学习宇宙塔罗的朋友，欢迎加我的 Line @UETarot。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下订阅，这样有新的影片你就会优先收到咯。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嗨，欢迎选项3的朋友。选项3的朋友，请你对应看看，如果有符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麻烦你回到最开头，重新做选择，或是参考其他的影片。我们先来讲一下验证，看一下你们现在对关系的，对双方的感觉想法。那一样我会分成 A 方跟 B 方，左边这个是 A 方，右边这个是 B 方。好，初步连接到的能量，我觉得这一组好辛苦，是说哎呦，你们其实对彼此都很有感觉哦。我先讲连接的能量哦，这段关系呢，其实呢应该要开始哦，但就是迟迟找不到那个开始的方式的感觉啊。那你知道，就是双方都有意，那双方也都觉得自己有表达了，但是怎么对方都还不走过来？你们是不是双方都是那种比较害羞型的，没有人敢直接捅破，或者是说你们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自己给自己定义不能跨越的一些障碍，所以导致于你不敢向前。好，那其实这段感情看起来是可以开花结果的耶，就是有这种潜质，正缘的潜质，灵魂伴侣是这种感觉的。但你们双方的牌真的是很让人担心好，我们来讲一讲我刚讲的就是连结的能量在重点整理，我觉得这个是有正缘潜质，那也是有灵魂伴侣的感觉因为怕你们听过去就忘记了，所以我再重复一遍那我们现在就来讲验证这个 A 方回到 A 方这里。A 方这里呢，自己是觉得说我已经做了80%了，我表态的话也表态了80%了，只差一步就是飞扑过去了啦，20%我就是飞扑过去了，但你也没有给我机会，没有给我迹象，没有给我允许，我怎么飞扑啊？这种感觉已经准备要起飞了，
飞机在等待塔台，讲说可以准备进入跑道起飞这种，但是他就是一直在跑道等待，这种感觉，等不到那个什么时候可以飞起来啊，我等你的一个指令，我等你的一个暗示或明示，我就会过去咯。但是就是没有，所以就一直停在原地。那自己有一些着急，但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因为再往前，感觉自己这样不行啊！一定会碰一鼻子的灰啊！就可能稍微有一些自尊的问题吧。也可能就是勇气就是 A 方已经比过去算是鼓足很大勇气，但就是觉得说不行啊，在最后这20%我不能再往前冲了，不然我不就等于在倒贴了嘛。我不就是就是输了吗？先爱的应该什么爱丢卡参戏这种感觉，先爱的就输了。不能，我条件又不是那么差，我还不错啊。我觉得我做到这样子就不能再多做了你应该要负责走完接下来的那20%的路。好，这个是 A 方的想法。那无论如何 A 方还是有在等待的，就是其实是对这段感情还是抱有一丝丝的觉得说期盼，或者是说还愿意等待啦。虽然看起来可能会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要再等这个人了，我去忙我的事吧。但其实因为牌卡抽出来，就是你其实还是有在默默的期盼着有没有可能奇迹会发生。那来换讲 B 方B 方啊，表面呈现的是一种防备姿态，是有一种权威感，有一种觉得有尊严不好惹这种的感觉，好像备战状态。他可能或许他的外在形象就是这样，或许他的职业需要他这样，点等。好，但他其实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的心是敞开的耶。好，他其实是有在等着 A 方能够主动的投怀送抱扑过来怎么那么可爱？但是呢，自己就觉得我不能够表达的太明显，这个有偶包的感觉这样严格来讲，两个都有一种自尊心好像拉不下脸的感觉，所以就两个人都等在那边。那 A 方，如果你是 A 方来听，可能会觉得很生气，我都已经做了80%，不可能还不懂吧？那 B 方这边呢？B 方这边看似真的是无作为就没什么没有行动力，就是远远的期盼着，但是脸又那种面瘫型，你知道，就是又是很严肃、冷冰冰的感觉。其实内心一团火但是就是那个外在跟内在的反差极大。他似乎不知道怎么放低姿态，不知道怎么展现那个柔情，但是钢铁直男直女嘛，不知道，就是好像不知道怎么释放那个柔软的态度所以他就等在那边。或许可能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吧，关于这种情感的经历，或许真的没有过几段深刻的感情，或许呢过去很多的感情或者是桃花还没开始就被他自己斩断了比较偏向是这种人，有点冷啦，有点让人家有可能就是据点人的感觉，了不起来
那他其实内心是火热的，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明白他这个火热的心，那大概就是 A 方。但 A 方感觉也碰到了对手，觉得说真的已经做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了，两个人就这样子好吧，就停在这里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方下一步的行动。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组感觉好像需要长期抗战好像拖很久接到你们这边，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那个暴吃一下东西才有能量继续解，因为这感觉好慢不是说那个，我觉得他这个其实可能他下一步的行动，他还是会有行动，就是比较偏向是行动上的付出，但他不会讲什么好听话，可能就是旁边的突然出现的一些关心，突然出现的一些就是这种，他会从旁边讲旁边的事，就是不会讲感情的事。但是我觉得好，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啦，就是现在对方的行动嘛，对方可能比较偏向是那个，或许他单身比较久那他呢有一个想法，他觉得不想要再维持这样那不想要维持这样，虽然他不晓得怎么做比较好，甚至呢他表达感情会有一些笨拙，他不知道，他不会这不是他的强项，他觉得啦，但是他也不想要再停在这个现状。如果他是就是单身比较久了因为他看起来过去是有一种黄金单身汉单身女的感觉，他其实不缺感情，他觉得啦但因为碰到了这样子的对象，括号对手可爱的对手，他觉得他好像可以试试看不要维持单身。那他呢，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才是叫做好，叫做正确，叫做会得分的那他就会感觉会有做一些蛮让你傻眼错愕的举动，你会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那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爱意了，应该说善意好了他觉得他想要对这段感情释出善意，他想要抛出橄榄枝，但是他又不会放下他原本的一些矜持，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也太冲突了，他会有一些举动你会觉得想不透他在做什么，所以可能来看看宇宙建议好了。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一种木头的感觉，我怎么讲人家木头了啦？好，反正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木讷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他就会掀你裙子，不是，就是感觉很像小时候喜欢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小男生不知道怎么表达，然后就捉弄他，然后那个对方就会觉得你在干嘛傻眼反而就觉得你一定是讨厌我，你才会这样子整我会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举动，但偏向是会有行动啊。那这边没有明说是什么行动，但看似就是你会觉得很傻眼的行动。这是蠢吗？还是说这是你在干嘛呢？但是宇宙这边就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如果你的确是很期盼这个人走向你，可能你就考验你的智慧你要怎么去回应他，因为你不能伤到他的自尊心，不然他会撤所以你可能还是要有智慧的接他的招看看宇宙给你什么建议。宇宙给我们选项3的建议是什么呢？对我们选项3
灵魂生命有帮助的建议是什么呢？好，我觉得选项3本身自己呢，可能是偏向在过去的情感呢有受过伤，也不排除这边可能有一些小众的选项3朋友，也许有离婚啊、分手啊，那是比较惨烈的感情，就是有一段让你痛彻心扉的感情。这个感情有一点捆绑住了你自己。好，所以宇宙这边呢是希望你能够要用一个崭新的眼光去看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或许带有一些你喜欢你所有你喜欢你择偶条件的那些，就可能跟你的前任也是有一些像，所以你会有点担心。那宇宙这边是在告诉你说，这就是一个崭新的人，不应该把2个不同的灵魂相提并论哦。有问题的是你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啦。当我们看很多东西会怕、会担心、会不顺眼的时候，往往是在反映我们自己的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需要去了解、去对付。好，通常在这个心理层面是这样啦，所以我不是在批评你哦，因为我也是，我觉得我到现在做占卜师，虽然我好像在为你们解牌，可是其实每一张牌也都像宇宙在对我说话。哦，原来我今天遇到这样子的来占卜的您哈，哇，原来我也有这样子的，我好像在看我自己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就是说，你不应该，也不是说不应该，我感觉这是一个宇宙给你的功课，一个考试，一个挑战。你几乎已经，你很美好嘛，你看你，几乎快要完成了这一张哈，80%了，你已经做了80%了，你的人生啊，被你自己经营耕耘的很好，已经80%了，最后那20%。有点像是说你必须要抛下过去，你重新当做自己重活一遍的话，你看到这个对象你会怎么做？好，你可能试着去思考看看哦。好，那这个是跟你的前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有关系哦。你或许就是需要当初的那一股傻劲、那一股纯真、那一股勇敢，再来重新面对这个人吧。但每个人不一样啦，也许你就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纯真、勇敢、傻劲过，那这个就是大众占卜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这个跟你过去的那段感情阴影是有关系的。那也如果说我都没有谈过恋爱，那就可能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吧。好哦，那以上这个就是为选项3的解牌。需要个占或是有兴趣学习宇宙塔罗的朋友，欢迎加我的 Line @UETarot。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下订阅，这样有新的影片你就会优先收到咯。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